外头有一单，外头有一单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这里是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中县，一座半淹没县城。20多年前，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后，县城沿江的部分慢慢沉入江底。今天是个阴雨天，早上9点，雨雾中的长江水面上，一艘船缓慢驶入视线。它是渝中客2180，是重庆中线长江段上最后的水上公交。船上的乘客大多是60、70岁的老人，他们是沿江的菜农，每天清晨乘船跨过长江进城卖菜，这也是他们主要甚至唯一的收入来源。甲板上堆满了农民们的菜篮、扁担和背篓，行驶在长江上如同一个移动的菜市场，日复一日，风雨无阻。这一次，我记录了长江上这个特别的市集和他们背后的故事。这种大蒜可以卖多少钱一斤啊？它是讲个数。哦，个数啊。那这个一小把是多少钱呀？一小把它反正是2块3块。2、3块啊。哦。哇，这没想到这个蒜这么重啊！这得有30多斤吧？两个加起来啊，2个加起来就60、70斤了。你3年保护还无所谓，保护的还我们的马还是有些切断，反正也有3分断号的。每天6点半，渝中客2180从杨渡镇出发，票价最便宜的5元，全程12元。途中会停靠长江上几处站点。8点半左右抵达中县县城的西山码头。去县城的陆地距离虽然只有40多公里，但这是沿岸农民们进城卖菜唯一的交通工具。从各个村镇到县城也有公交车，一方面是票价贵，最主要的是没有地方放置背篓、扁担，那是他们生计的依靠。乘船是这些菜农爷爷奶奶们唯一的选择。
去年的枇杷季还记得吗？去年的枇杷季还记得吗？年纪感子过后。
要不然就挑了，啊，连着大人开，二人开了。磨叽慢慢走。外头有一单，外头有一单。出生了嘛，一般的走了，其他别个想不到。看到。这还是抓人多些。没有了，你该有的。有时候所以嘛，也时间后面时间嘛，是去后边洗后来。还有哪个在后边先？他们那个。你该有的。有时候所以嘛，也时间后面时间嘛，是去后边洗后来。还有哪个在后边先？他们那个。买菜就这些哥哥这个。我的空气了嘛，就跑来跑去。对，老婆不是啊。天，养鱼嘛。这多少钱一斤啊？1块钱斤。1块哦。天菜的噻。好。一个天干5斤呗。天干，那一天个身子嘛。爷爷，这青菜怎么卖的1块5，1块5一把，1块5一斤，1斤哦。它枇杷甜了，这个枇杷怎么卖的？卖的4块，4块一斤。哎哎。早上现摘的吗？啊，早上现摘的吗？哎，早上摘的。瑞琪姐姐也是在她手上买的。有那时候活鸡去的。他家也是冰箱里拿出来的。这个笋是怎么卖呀3块5一斤。黄鹂的，黄鹂稍微点啊。黄鹂稍微点。去了看，你看我那稍微点的人都少点。来。大种是哪个的？我的，哪个买的？1块5一头。奶奶，这个蛋多少钱一个呀3样的3样噻？4块钱。对。一样吗？啊，都是这个。这怎么卖的？啊，2块钱一斤。那他啥子是旱车呀？黄牛。
闻起来是像拉链的。萝莉哦。老一些一根个700贴，才。按照1块1块，2块5，多少少？1秒5块钱，1秒5块钱。块钱的。走。啊，1块钱。可以哈。甜词儿，一碗2大这个嘛，甜得很。哦，天上值1块2的满户子，还有2球1元斤，要不要啷个？有。一拿起。好，今天的辅导。干脆。2块2到5斤，2块。你要讲的。哎，里面的鱼跟。那皮巴了没的？100。好皮包。我看着。我的心里虽然说不爱你，因为每个新鲜饭哎，完了，天气时间，奶奶，饭呢？吃饭啊，在哪个地方吃？啊，我们楼下就有一个面馆，可以吃小面。在那吃面了。嗯，面蛮好吃的。你好，这个菠菜怎么卖的？请问？2块钱，2块钱1斤。块钱吧。那不是养老院，我2块钱把养老院那个好多的。我过去称的。大叔。没人找。你不看，我在哪里没人找我？你看这里称多少钱？这里有人找，5块，5块。这别人没事情。这也没老板您好，这个菜怎么卖的？3块钱1斤。哦，谢谢。生菜。
王小娟一听这支警察已经找上门，于是她也不管事。老板您好，这橙子怎么卖的2块没得？2块哦。中县位于重庆东部的长江上游，距离重庆主城180公里。这里古时叫做临江县，顾名思义是面向长江的城镇。后来唐太宗以感怀历史中将领的忠烈之举，特赐名中州。这里是中国唯一以中命名的地方。中县县城在江岸的山坡上，层层叠叠，逐级而上。这也是长江沿岸典型的山城风貌。三峡工程启动后，县城又整体向上迁移，原来的大半个老城永远留在了水下，而县城的另一半成了三峡库区唯一保存原貌的县城。穿行在中县老城区，仿佛时光倒回到了90年代。整个县城临江，依山而建，有着独特的街道布局和多维度的建筑分布，是很有巴渝特色的山地街巷。行走其中，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有着魔幻山城之称的重庆。依地势而建，使得这里平直的街道少，上坡、下坡和台阶是山城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走的路。中州老城的历史超过2300年。三峡库区蓄水后，幸运的是，这条古建筑街在淹没线以上，也成了整个三峡库区唯一留存的一条老街。奶奶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楼有多少年了？那个，我想问问这个楼有多少年了？几十年了吧？好多年到啥子好多年？啊，好多年了。这个房子哦，40年了。40年。82年我们搬来的。82年搬来的。哦，谢谢您。烂房子的。算山上的部分哈，没有被淹之前。
没有根烟之前，应该算得上对。山上哈。对呀，上山上了。哦。在这个河边，就是现在这个河那里还是城市的，反正下去很远的。哦。你想想100多米。100多米，对。 100多米，那个时候100多米的就说是还是河。哦。那个河边边，那个时候不是还有很多人做生意是个码头嘛？哦，是码头以前。它就是长江那个主道。 去来，特别是那个丰都鬼城，那个时候旅游的外国人很多。哦。那很早之前，就是现在90几年的时候。啊，反正80几年、90几年就是最早的旅游地方哈。哦。像比如说贵州山的嘉陵架这些。那个时候你齐名的，也就是说，像你现在九寨沟可能还在后面。哦。像现在的这些旅游景点来说的话，就在后面去了。哦。你看那个时候那个丰都鬼城很出名的。啊，是。很多老外去。哦，外国人过来。他都要经过从这。 都是从长江坐下来嘛，坐那个游轮嘛。你坐那个时候的没有高铁啊。是没有。坐这个环山路的话又太远了，都是坐船。那老外头都敢晕了，所以说他坐这个游轮上来，一边游那个以前有这个小三峡嘛。长江那个三峡的小三峡，那小三峡很漂亮，确实很漂亮。奶奶多大年纪了？80几了，80多了。哎，要么83的。哦，83。小妹们83。哎，就是说是我去重点检查是耳鸣听不到的，突然就听不到。啊，有一点耳背。明白。好嘞，你有是敢跳的吗？敢穿的家？下来。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。重庆啊，重庆来的。啊，一路师傅还那么年轻。你下来。 吃饭去吧？还没有吃，啊，一会儿就去吃了，啊，您快吃吧，奶奶，您吃饭吧，您吃饭吧，我们走了，啊，您吃饭，好啊，奶奶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嘿，拜拜，嘿，拜拜，好，慢慢吃，好。 爷爷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80丝儿，80丝大牌。80丝儿？哎，对。哦。上。中县这边都是玩这种的吗？哎。哦。好。80丝嘛，它只有84张，一个人28块牌。哦，这样，也是比大小的吗？哎，不是，天地人和，天就地把人气和味儿。 爷爷，您这菜都卖光了啊？菜都卖完了。我们现在卖鹅蛋的。啊。卖鹅蛋。卖鹅蛋都卖光了。哎。蛮好的。好。
渝中客2180每天往返于杨渡镇和县城码头，一年出船363天，剩下2天是大年30和大年初一。船长，这位长江上最后的摆渡人，20多年如一日坚持送菜农们进城卖菜。曾经船长的父亲也是船长。1997年江上大雾，父亲开的船撞上了一条货船，当晚不幸离世。那一年船长18岁，接了父亲的班，这一干就是27年。以前这条航线上也有其他客运船。2016年高速路通车后，水运客流量锐减，很难维持客轮的日常运营。到了2020年，这条长江航线上只剩下渝中客2180一艘客船。如今这艘最后的水上公交与沿岸的农民们之间像是一场无声的约定，每天菜农们等在岸边，而客船也一定会来。啊，对，我说看到您眼熟，您也是坐那个船的。哎，我们哥的是的吧？啊，是。那您回来不休息休息啊？又要下地了。还要去点包谷哦，喂包谷哦。哦，好辛苦。哎呀，您慢走，奶奶。我说您慢慢走，奶奶。哎呀，我们在家住上面哈。嗯。乘船的菜农们有不少都背着柑橘，当地又叫柑子，果肉饱满，汁水充足。重庆地区是中国较大的柑橘产地之一，长江三峡一带种植柑橘的历史更是超过4000年。湿润的气候条件下，这里的柑橘种类也丰富，像是脐橙、春橙、香橙还有血橙。其中中县有着2000多年的柑橘种植史，有中国柑橘城之称，大约22万中县人从事着与柑橘相关的行业。您好，这个品种是叫那个玫瑰香橙吗？对，玫瑰香橙非常好吃的。